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大家心心念念的新骑兵统帅终于爆料来了，这就是新的骑兵统帅伊凡四世。OK， 那么这位统帅呢是新的野战骑兵统帅，他的技能是骑兵通用连击。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技能。群体伤害怒气需求1000点，对伞形范围内最多3支敌方部队造成2次连击伤害，伤害系数1400，也就是2800的伤害。每增加一支敌方部队就会递减15%，并且消耗所有雷地威势。从 N 威设令中随机获得2个到6个增益效果，持续5秒，每消耗1层雷地威势，增益效果持续时间延长1秒，最多延长5秒。OK， 那么相信大家看到这个技能的时候会感到很困惑，我们这个技能呢其实是要配合下面的第3技能一起来看的。自身为野战部队时，若在单回合内对当前目标造成多次基础攻击，则每多一次基础攻击获得15点怒气和1层雷地威势，每拥有1层雷地威势，N 威之全技能造成的伤害提升5%，最多提升15%。为了方便大家查看，我们就这样子来跟大家解释吧。那这边连击伤害1000应该很容易理解吧，就是总数2800的连击伤害。那我们接着要看的就是雷地威势。雷地威势我们要先看第3技能，其实它的触发条件是比较简单的，虽然不是说基础攻击就可以造成或者是触发啦，但是如果你是搭配连击伤害统帅的话，有一些被动技能是可以造成额外的连击伤害，基本上都可以触发到了。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把这位统帅当成是副将，就是他可以让主将先触发了自己的主动技能之后，再同时间触发到他的第3技能，他这个第3技能就会把他的主动技能给提升，他最多可以提升到15%嘛。有人大可能可以在一个循环里面就直接把它提升到15%，加上自己的被动技能。那我们回来再看一下主动技能这里，像他这边要消耗的话，也就等于说在这个技能释放的同时，或者是触发的同时就会有这个效果，它就会马上加上去。从这里 N 威设令中选择2个到6个增益效果，然后持续5秒的时间。那么刚好如果你刚刚消耗的雷地威势有1层的话，就会变成说原本这里的5秒就会变成6秒，假设消耗2次就会从这边的5秒就会变成7秒这样子，以此类推，最多可以变成10秒，后面的另外5秒就是延长了。所以根据这边的情况来看，假设说这位统帅是放在副将，那么刚好他中间又有造成一些被动技能的额外连击伤害的话，很大可能在这位统帅他触发了这个主动技能的时候，已经可以延长到大概7秒或者是8秒左右了。我个人觉得，因为照理来说，你在主将触发主动技能的时候，这边就会叠了1层嘛。然后如果你刚好在主将跟副将释放主动技能中间的那1秒里面触发了被动技能，造成1次额外的连击伤害，就会再增加多1层，所以是真的有可能会变成8秒的。当然那个8秒是比较乐观的情况下啦，如果运气比较差的情况下呢，肯定是会有一个7秒的时间的。所以总的来说，你们不需要把这个技能想得太复杂，反正就是它触发的时候肯定是这个第3技能先触发的，那它这个技能触发了之后肯定会叠加在这个主动技能上面的。那比较好的情况就是把这个统帅放在副将，先让主将先去触发他自己的主动技能，打出连击伤害，触发了第1层，然后到这个统帅他打出他自己的主动技能的时候就变成第2层，还有2层之后再刚好把这个2层的时间加在他的主动技能这边，就变成说他这些增益就会延长多2秒的时间，就会变成7秒，就这样子理解而已，不需要这么复杂。当然这个只是我们从文本上理解啊，但是我不确定有没有可能可以在实战的时候把他的技能也给打出去啊，毕竟现在拉扯很厉害嘛。官方这样子设计呢，有很大可能也是为
为了避免我们去拉扯。如果你想要触发这个统帅的技能的话，这样你就不要拉扯这样子。那这边我们来继续看它的主动技能有提升什么 buff， 这里就包括造成的普通攻击伤害提升 3%， 怒气获取速度提升 5%， 受到的技能伤害降低 5%， 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 3%， 每次获得雷帝威势时有 25% 的概率额外获得多一层冷却时间3秒，每次基础攻击时额外造成一次连击伤害，冷却时间5秒。基本上它最后一个 buff 呢跟上一个 buff 是差不多的，只是它多了一个伤害，有伤害同时间就再叠多一层。至于第二个技能就是基础的提升，这里有包括骑兵单位提升攻击力 10%， 防御力提升 50%， 哇哦！行军速度提升 15%， 仅率领骑兵单位时重伤比例下降 10%， 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在边询问说，这个什么东西下降 10%， 原来是重伤单位，他这边并没有写出来，在之前的爆料的时候，但是这边有说到一定要在野外的时候才可以用到，但是他这个防御力提升是真的很夸张啊，真的特别多，攻击力就稍微少了一点啊，只有 10%。他这个防御力提升呢，一来也是弥补了假设说真的是拿来搭配亚瑟的情况下啦，至少它可以硬一点点啊，因为亚瑟跟阿卡琉斯其实他们都是属于比较脆皮的统帅，有这个防御力提升的话，至少他们不会融化的这么快。第四技能，自身为野战部队时，骑兵单位生命值提升 30%， 所以基本上它的防御、生命、攻击都有提升，只是防御提升的特别高，生命值提升 30%， 其实已经算是很好了。进入战斗时，立刻从恩威设令中随机获得2个到6个增益，该效果离开建筑10秒后，每60秒最多触发一次，所以这个也是同样的情况啊，像霍去病这样子，不要给你去扫田，可能有一些人他们会做地鼠之类藏在人家的城市里面这样子。造成连击伤害时有 30% 的概率使目标部队获得持续4秒的恐惧效果，攻击力降低 30%， 行军速度降低 20%。 哇，这个拿来追击的话应该蛮好玩的，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就有速度提升了，如果搭配另外一个统帅也是跑得快的话，很容易追到自己的敌人。那至于他下面这边所描述的内容就是跟他的主动技能是一样的，所以这边就不再重复。最后觉醒技能，我以为是第一技能的加强，但是最后看下来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争议来的。同时拥有4种级以上的恩威设令效果的时候，造成的连击伤害提升 15%。释放主动技能的时候，如果超过3层的雷帝威势，每多消耗1层，获得的增益效果数量增加1个，就是有很大可能原本你只有2种增益而已，那刚好他这边又再多消耗多1层的话，就会变成说他另外再加多一个增益给你，变成有3种增益这样子。总的来说，这个统帅的技能就是超级复杂我们还是要等实战的时候才看到到底好不好用。那么像前面我所说的，最好搭配亚瑟，应该可以让他多次的去触发他的第3技能，从而让这个统帅的主动技能会更加强一点。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啦，那假设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叠层上去，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造成连击伤害，或者是在一个回合里面多次的触发基础攻击的话，就等于说这个统帅其实就很多技能都用不到，比方说他的第1技能、第3技能还有觉醒技能基本上就是废掉了的。但是如果把这些技能都废掉了，你都没有办法去触发的话，至少它还是有一个2800的 AOE， 同时间它的3维提升也不错，防御力提升 50%， 攻击提升 10%， 生命值提升 30%， 还是可以勉强用的。至于它第4技能这个有概率性的 debuff 要触发的话，可能概率会比较低一点，如果你们时常拉扯的话。最后就是它的技能特效，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就会出现了一个头盔，那个头盔估计就是可以看到它的雷帝威势有多少层的效果吧。在它有这个帽子之后，打出 AOE 就会丢出3把刀抛向敌人，对敌人造成伤害，这个就是它的连击伤害。整体来说，它这个连击伤害的技能特效还算是蛮帅的。
以上就是一番四式的技能介绍啦，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因为它这个技能设计的比较混乱一点，可能我的理解有错误也说不定，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